不想用预拌粉做麻薯包的姐妹看过来啦！健康无添加，只需要几种简单的食材，在家也可以做出饱满又空心的麻薯包。我们先把面粉和抹茶粉过一下筛，把屏幕上的材料全部加进来。黄油可以用玉米油代替，但是尽量不要用零卡糖来做这个麻薯包，因为零卡糖做出来的麻薯包呢是不会空心的。搅拌至糖融化，再开火煮至沸腾的状态。立即关火，加入面粉和抹茶粉，抹茶粉也可以用斑斓粉代替。搅拌均匀以后，我们再开小火，用刮刀按压面糊，让面团彻底糊化。重点来了，烫面是一定要烫彻底的，这样做出来的麻薯包才会空心。把面团倒入一个容器里，迅速加入木薯淀粉。之前有姐妹说用木薯淀粉做的麻薯包第二天会发硬，可以放入微波炉加热一下或者蒸一下就会变软的啦。好了，用刮刀混合至一个无干粉的状态，我们再下手揉一下，混合至一个无干粉状态就可以了。重点来了，如果做麻薯包出现塌陷的情况变成蛋饼，就是因为面团没有彻底放凉。碗里打入2个鸡蛋，把它们混合均匀。我们先把烤箱预热一下，预热到180度。现在我这个面团已经彻底放凉了，我们少量多次的加入鸡蛋液。鸡蛋液也不是说一定要加完的，还是要看面团的状态。用偏硬一点的刮刀先翻拌。面团开始变软后，我们再用打蛋器的片棒去打发，这样会更省时省力。打发至一个无颗粒状态。搅拌好的面糊呢，它是非常细腻顺滑的。我们提起来的时候是一个长长的倒三角飘带的一个状态。把面糊放入裱花袋，如果面糊太稀，可以加入少量的木薯淀粉去调和一下。利用刮刀整理一下面糊，裱花袋剪开1厘米的口。挤入烤盘，裱花袋和烤盘要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尽量挤高一些，手上沾一些水，轻轻地把面糊上面这个小尖角按下去。这是我做的面糊有一点点稀，已经开始塌下去，我们等下看一下效果。我尝试做了第2次，这次的面糊是比较浓稠的，这次的面糊也挤得非常高。我想这是肯定可以做出超大空心的麻薯包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第1次烤的，它的面糊是比较稀一点的，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空心。令我惊讶的是，第1次烤的麻薯包基本每个都有不同程度的大空心。第2个、第3个都是空心的。这个是第2次烤的，我觉得第1次烤的形状会相对比较好看。没想到面糊挤这么高，空心效果居然不好。我连续切了好几个，效果都是一样。最后我来总结一下，面糊可以挂在刮刀上，一个倒三角的状态，缓慢滴落，这个为最佳状态。面糊比较浓稠，用打蛋器打发的时候会有明显的阻力，面糊挂在刮刀上不易掉落，这种状态基本做出来的麻薯包都不会空心的。祝你也可以做出成功的麻薯包。